今儿给兄弟姐妹们讲一部美国恐怖片《危险乘客》。影片开始呢，是一对正在路边歇脚的情侣。就在这时，前面的迷雾里传来了脚步声，只见一个女人朝他们拼命跑了过来，俩人被吓得不知所措。只见女人满脸是血，男友便以为女人受伤了，不听女友劝，执意要上前去询问女人状况如何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女人突然抱紧了男友的脸，啃食了起来。镜头一转，给到了一个大叔，他呢是个出租车司机。这天他接上了3位女乘客，母女俩大美跟小美，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姐翠花。3人呢共同前往一个小镇。转眼间来到了傍晚，大叔为了省下5美元，选择放弃走高速，走树林里的一条小路，也就是开头那对情侣遇害的那条小路。4个人的作死之路呢也就正式开始了。中途开着开着，大叔突然猛地踩刹车，前方出现了大雾，大叔急忙下车查看，只见路中间有一些玻璃碎片，像是刚发生过车祸。路边的灌木丛中呢有一架坠毁的飞行器，浓雾正是从这飞行器里飘散出来的。大叔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查看，用手帕捂住了口鼻，生怕浓雾有毒。接着母女俩秉持着好奇心也下了车，询问大叔看啥呢，怎么这么认真呢？而小美呢注意到了旁边有一滩粘稠的物体，如同剥了皮的章鱼般缓慢蠕动。面对这神秘的未知生物，小美不仅不害怕，反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凑近，打算伸出手指摸一摸。只见这东西将一个纤细的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好像是虫卵呀，注射到了小美的手指里。这一幕恰巧让大美看到了，上前询问。小美表示自己没事儿。之后众人上了车继续前行，但开了没多久啊，就出现了怪事，车内的通讯设备全部失灵了。小美的身体开始出现异样，只见她的瞳孔开始变色，而且手指头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似的。众人察觉到她的异样后，就开始询问小美，你人怎么了？也就因为这，大叔开车分神了，没有注意到公路间站着个人，直接给这人撞飞了。同时小美呢也恢复了正常。这时候翠花圣母心发了，大叔想开车走人，可翠花执意要让大叔下车去看看人有没有事，有事的话救一下他。但凡他要是个正常人，就不会大半夜出现在林间小路的正中央，而且还是个女的。但没法呀，大叔要不掉头回去看看，翠花就举报他。就这么的，大叔掉了头往回开，开了没多久就发现了那个女的在道边上躺着呢。她呢就是开头出现的那个女友。翠花呢之前是个护士，检查后发现女友呢还有呼吸和脉搏，来得及救。就当大美准备报警，手机里突然传出来的刺耳声音，给她吓了一跳。于是她就让大叔拨打急救电话，但他刚把电话拨出去，手机就失灵了。同时这个女友呢睁了下眼，几个人好像没有注意到。小美这边手指头也开始破裂了，里面钻出来一只虫子。大美和翠花是真他喵的傻逼呀！见电话打不通，救护车来不了，就打算把这个女的抬车上去，让大叔亲自送她去医院。见大叔拒绝她，就道德绑架她，给这大叔整的也没法。最后在俩人的软磨硬泡下，大叔同意了，3人就把女友抬上了车。一上车啊，俩人还不消停，逼逼叨叨的。大美就开始告诉大叔最近的医院在哪，怎么走。人家大叔开出租车的不比你熟悉。而翠华这块呢就开始试图叫醒女友，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呀，哪来的，要去哪里呀？殊不知女友的手呢悄摸的伸出来，直接死死抓住了翠华的手，然后又抓住了她脑袋瓜子，贴在了后车厢的玻璃上。另外3人呢就跟聋了似的，听不着。也是大叔跟大美这块禁锢互相怼了。这时候潜藏在女友体内的怪物开始转化宿主了，寄生在了翠华体内。起身后的翠华就开始攻击3人，把大美拖到了后面。而大叔跟小美呢愣是没听到后边有声音，直到大美撕破女友的脸皮扔到车窗上，才引起了2人的注意。2人同时下了车。小美呢力气太小了，这么点劲儿根本没法把大美从怪物手里拽出来，而且手指里的那个虫子呢也要马上钻出来了。关键时刻，大叔抄起吉他就开始狠狠的砸向怪物，救出了大美。随后3人弃车而逃，往树林里跑。你说你们仨还不赶紧跑，看啥呢？车呢终究没能困住怪物，他踹开门上的锁，从后面逃了出来。3人看到这儿以后才开始跑。随后这个大叔做了一个决定，啥呢？分头跑以躲避怪物。众所周知分头跑不好出事的呀。但是大叔这块呢跟2人解释了说，我呢用吉他砸他了，他肯定生我气，追的人呢也肯定是我。呵，你还英雄救美上了。临散开前呢还给了大美一个防身武器。散开以后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还是出现了。紧要关头，小美的手指头又开始做痛了，大美就让小美强忍剧痛，自己则帮她把手里的虫卵挑出来。你说这挑的时候不滋啦喊叫的，挑完了你滋啦喊叫的，直接给这怪物吸引了过来。大美急忙捂住了小美的嘴，生怕她出声被怪物发现。不过好在呢怪物没有发现他们，2人呢就接着跑。但是跑到一半，大美就停了下来。怎么了呢？大美提议2人应该分开行动，因为她觉得大叔说的对，在一块待着就容易出现危险了。我看你是嫌弃刚才小美手指疼，然后又滋啦喊叫的拖累你就直说呀。实际呢我多想，其实大美是想拖住怪物，让女儿小美自己先走。很快小美就跟大叔碰面了，而大美呢也遭到了怪物的袭击。小美听到大美的惨叫声后想回去救她，大叔告诉她说别救了，人已经没了。随后2人
开车走人了。现在大叔呢也弄明白了那是什么怪物了，就是当时他们在路边看到坠毁的飞行器里跑出来的怪物，会寄生在人体内。小美呢之前被寄生了，至于当时为什么没变异，我觉得可能是虫卵，幼虫还没发育完全呢。开了半天呢，车也没油了，大叔呢就来到了一个加油站，可工作人员有事外出了，完事他呢就嘱咐好小美在车里待着，哪里也别去，并且呢自己把车门锁上了。大叔就提拎着个油桶四处溜达，发现了一辆汽车，管他是谁的呢，直接上前给这车里的汽油偷了。大叔刚走出去没多久，小美就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大美，人呢已经变异了。小美急忙趴了下去，生怕被他发现。这时候工作人员回来了，可真是湿乎呀，很快就遭到了大美的袭击。小美这块呢躲到了车底下，等大叔回来的时候，怪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两人呢继续上了路，同时天空中下起了雨，车顶上的东西开始不断的掉落，两人以为是雨水滴的，其实是怪物来了，他爬在了车顶上。好在大叔是个车技娴熟的老司机，一番操作下就给怪物甩了出去，然后开车呢就来回碾压他，但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。等汽车走后呀，怪物又缓缓的站了起来，这么一样呢，好像是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，跑的是非常的快，直接跳上了车，打碎了玻璃，来到了副驾，把小美拖走了。大叔见状，干脆直接猛地踩油门，朝大叔上撞了下去。画面再次亮起时，大叔呢活了下来，小美呢人也没事。就在俩人以为危险消失时，怪物出来了，直接用触手给小美拖了回去，然后撕咬着小美。大叔这块呢玩了个活，把自己外套脱了下来，跟这个怪物呢玩起了斗牛。他能跟牲畜比吗？最后还是翻车了，大叔直接被怪物扑倒了。怪物向大叔嘴里伸出了舌头，就在命悬之际时，小美直接用剑捅穿了怪物的脖子。最后两人在临走前呢将怪物给烧死了。画面一转，天亮了，两人来到了一个餐厅，打算在这里畅饮一番，但奇怪的是里边一个人也没有。不过他俩并未在意，小美去了个厕所，天花板滴下粘液，手指上的寄生虫再次显现。大叔这块只是点了个烟的功夫，等再一看呢，吓坏了。闹了半天呀，餐厅里的人都被感染了。最后大叔喝下了一杯酒，电影到此结束。